为什么亚洲最强的大学长期出现在一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小国新加坡？为什么不是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不是科研底蕴深厚的日本？也不是有顶级财团支撑的韩国？当很多亚洲大学还在努力追赶欧美名校的时候，新加坡国立大学，也就是 NUS，已经连续多年稳居亚洲第一，并且常年卡位全球前10。很多人习惯性的把这归结为教育的成功，但如果你真正拆解过新加坡的底层运行逻辑，你会发现一个颠覆认知的事实：新加坡从来不是在办大学，它是在用大学打造国家竞争力。它把大学变成了人才工厂、科研总部、产业引擎，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未来。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深度拆解为什么亚洲最强大学长期出现在新加坡。这个答案会彻底改变你对精英教育的理解。在2026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里，NUS 位列全球第8，亚洲第一。更值得注意的是，NUS 并不是靠某几个明星专业在苦苦支撑。最新的 QS 学科排名中，它有28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0，7个学科杀入全球前3。为什么很多国家的大学排名总是起起伏伏，而新加坡的大学却能长期稳坐牌桌？因为从建国的第一天起，新加坡政府就没把大学当成纯粹的学校，而是把它当成了国家的基础设施。当其他国家在疯狂修公路、建机场的时候，新加坡在拼命建设另一种基础设施，那就是知识基础设施。李光耀先生曾经看得很透彻，新加坡唯一真正的资源只有人，没有自然资源，那就去创造顶级人才；没有庞大的内需市场，那就去创造前沿知识；没有先天优势，那就硬生生造出核心竞争力。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新加坡最高级别的国家战略，但这仅仅是第一步。真正让新加坡大学拉开差距的是他们对待科研的残酷现实主义。从人工智能到半导体，从生物科技到量子计算，甚至绿色经济，这些关乎新加坡国家命脉的关键产业背后，核心的操盘手往往都是大学。你几乎都能看到 NUS、南洋理工大学 NTU 以及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A 乘 STAR 的深度捆绑。新加坡最新发布的 RIE 2030计划，要在未来5年投入高达370亿新元的科研创新资金。370亿新元，这相当于很多中等国家整个科研体系好几年的总预算。而这些巨额资金精准滴灌到了大学实验室、顶级科研机构和国家重点项目里。新加坡构建了一条极其严密的转化链条，政府顶层投资，大学负责底层研发，企业完成商业转化，推向全球市场后，利润再反哺给科研。这意味着，在这里，大学不仅要负责培养顶尖学生，更要负责孵化这个国家的未来产业。为什么全球顶级的芯片企业愿意把亚太节点放在这里？为什么生物医药巨头纷纷落地？底层支撑正是这种实验室级别的产学研体系。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新加坡大学的真正身份其实是国家级的创新引擎。很多国家在按部就班的培养人才，而新加坡在疯狂的收割全球人才。这是两种完全不在一个维度的竞争逻辑。如果你去过 NUS 或者 NTU 的校园，你会直观地感受到一种极度浓缩的国际化。给你授课的教授可能刚从欧美顶尖实验室跳槽过来，带你的研究员来自中国，身边的博士生来自印度，而本科同学遍布整个东盟。在 QS 排名考核的各项指标里，国际教师比例、国际学生比例以及国际科研合作网络，永远是新加坡几所大学的绝对长板。背后的逻辑很冷酷，新加坡太小了，人口只有600万，如果只靠本国的人才储备去打全球竞争，胜算几乎为零。所以他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巨大的磁场，去吸引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全球顶尖人才来到这里，大学顺势获得了世界级的师资，科研水平迅速拉升，紧接着带动国际排名继续暴涨，高排名又反过来作为最强背书，吸引下一波更优秀的人才入局。这个精密的正向循环，新加坡默默运转了20多年。这种不分国界、只看能力的抢人模式，恰恰是周边很多亚洲大学受限于体制而根本无法复制的护城河。
但光有聪明人还不够，顶级大脑留下来，需要的是真金白银的产业土壤。世界顶级大学的背后，一定有世界级的产业在托底。看看今天的新加坡在重仓什么？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量子科技，这些无一例外，全是未来10年全球最核心，也最烧钱的赛道。仅在 AI 领域，新加坡就明确宣布，到2030年前要再砸超过10亿新元，专门支持公共 AI 研究。资本的嗅觉是最敏锐的，英伟达、谷歌、微软、亚马逊、AWS 这些全球科技巨头都在疯狂加码新加坡的区域布局。为什么选这里？因为这里的大学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极其对口的高端人才，成熟的产业能提供落地场景，全球资本在这里汇聚，提供资金，而政府提供了一路绿灯的政策。这4个要素在这里咬合的严丝合缝。在新加坡，大学绝对不是产业发展的配套设施，它就是产业的核心大脑。大部分国家的常态是，学生在大学毕业后去社会上找工作，而在新加坡，是大学本身就在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产业和高薪岗位。能做到这一步，靠的不仅仅是钱。新加坡有一件事，就像定海神针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动摇，那就是持续投资科研，持续投资大学，持续投资人才。从 RIE 2015计划到2020，再从2025一路规划到2030，无论经济周期怎么波动，科研投入的绝对值一直在稳步攀升。很多硬核的基础研究出成果需要10年，甚至20年。绝大多数追求短期政绩的地方等不起，但新加坡愿意等。这也是为什么 NAS 从来不是靠某一次风口突然爆发的暴发户，而是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在几十年里持续稳定的变得更强。因为它背后是一套跨越了数十年，不被短期利益裹挟的国家级战略。亚洲最强大学之所以长期锁定在新加坡，从来不是因为这里的学生天生更聪明，也不是因为校园建得更豪华，而是因为新加坡比绝大多数国家都更早，也更深刻地明白一个残酷的真相：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顶级人才的竞争，而这场竞争的最前线就是大学。当很多地方还仅仅把大学看作是一个发文凭的教育机构时，新加坡已经把大学武装成了国家创新中心，全球人才入口和未来竞争力的总指挥部。对于一个没有资源、没有腹地的小国来说，这是一场退无可退、必须打赢的生存之战，也是他过去几十年里最成功的一次战略压注。所以，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其实不是为什么亚洲最强大学在新加坡，而是如果一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国家都能在极其恶劣的先天条件下把大学和教育做到世界顶级，那么其他拥有庞大资源的国家还有什么理由做不到？你觉得新加坡大学最大的护城河到底是什么？是极度开放的国际化，是持续砸钱的科研投入，还是这种不计代价抢夺人才的长期主义？如果让你为孩子的未来做选择，你会选新加坡的 N2，还是清华北大，或者是东京大学？把你的判断留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探讨。如果你喜欢这种从国家战略的底色去透视教育的深度拆解，记得点赞、转发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继续看透教育的本质。